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马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灵魂的超能量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我们的重建以及新未来的显化，宇宙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那我们刚刚呢，已经迈入了我们的2025年这个乙巳蛇年啊。在立春过后呢，我们的火能量也激增，或者说完全的聚合。我们在三维世界这场蜕变以及提升啊，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高光速的时间点。当下呢，无疑啊，我们的地球和宇宙正在进行更高维度的，可以说是融合啊，以及更高维度的这个提升或者相互的一个作用力正在拉起来。所以呢，我们无疑已经进入了属于我们的新未来。这个未来呢，跟我们旧有的，比如说在去年以前的这个摩羯时代，或者说过去的这个能量场的信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统合的新信息呢，我们会在未来的占卜当中呢，一一帮大家进行连结和分享。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个主题就是，比较浅显、比较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新的能量场当中，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我们？那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状态和形式，我们在显化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在显化一场什么样的成功？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种子？新的我们可以去显化的美好目标正在浮现呢？当然，这一片新的天空和新的蓝图是所有朋友啊，你们的能量场当中造化和集合成的。只要你们的心念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份光芒，有这样的一个希望，那相信在未来，大家会越来越快的去体验到这一点。宇宙会不断的敞开新的门户，更频繁、更快速的传递我们更多能量。所以在这个年份开始啊，我们在这个水瓶时代和离火时代到来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身心灵的修行、提升和扩展。那我们每一个可爱而饱满的灵魂啊，你们都是本自具足的个体，所以无论契入的点啊，就是我们进入更高能量场或提升这个点在哪里，宇宙都会因时因地的给予大家支持，或者说智慧和能量的补充和补足。相信呢，我们正走在一条不断提升全情成长、幸福、智慧的大路上。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和感恩宇宙。那 Star C So Channel 希望陪伴大家一直在这条成长的路上不断发光，不断加油，为大家助威喝彩，以及提供无限量的陪伴和支持。感恩跟大家共同的连结。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呢，帮助大家进行一个能量的净化，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心态呀、心绪和能量的调整。大家呢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也可以闭上双眼，放松我们的身体。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而轻松的调节。而大家呢，可以轻轻的调整呼吸。好，看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因为我们的放松而发热发光。大家可以转一转我们的眼球，并缓缓的睁开双眼，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所对应的3个参照物参照选项。好，我们今日要一起来连接的主题呢，是灵魂的超能量讯息来自于我们的灵魂，也来自于我们和宇宙合一有可能是我们的指导灵，有可能是我们的源头，有可能是爱着我们的灵魂带给我们的集合的讯息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那我们要通过这个讯息来看一下关于你的重建和新未来的显化。好，在我们这个新的世代，我们也可以想见当下我们在一个新的地球上。好，新的我们的一部分以及我们的一部分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我们在今日的卡牌当中连接一些答案，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好，我们有3组选项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好，我们参照的参照物是鼠尾草一捆鼠尾草。因为大家看到水晶蛮久了，有些朋友可能会反来覆去，有可能会觉得很难做出选择其实参照物只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来印证一下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下物品那我们是第一捧是鼠尾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它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选项。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呢是好我们的一根香托。好，我们可以把这个3角香放在上边来进行燃烧。好，莲花型的香托，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这一朵莲花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和讯息呢？是否是和我们相通的呢？好，这是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的选项。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参照选项是好一颗黑色水晶球。好，黑曜石水晶球。因为黑色的水晶石和天然石其实是能量比较特别的一类好，一类天然石，所以我们把它呢也放到我们第3组好，跟大家一同来进行这个连结，让大家进行一下这个能量的划分和选择。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选项。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好，黑色的钥匙，好，一颗稳稳坐在座位上的黑色钥匙。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或吸引到大家的兴趣，想要去连接和试着阅读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好，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大众占卜，我们的能量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好，大众占卜为大家所用大家可以用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选择和信息的接收。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捧鼠尾草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来看的主题呢是灵魂的超能量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我们的重建以及我们新未来的显化能量在哪里。那我们的灵魂以及宇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捧鼠尾草，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再揭晓一下。
第一组朋友就是 No.1， 你们看一下啊，第1号有没有 Aries， 就是我们的黄道12宫的第1宫啊，牡羊座就出现了 Motivation， 动力和无限的动能以及勇气。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宇宙的先发军团啊。我们的黄道12宫的第1宫呢，代表的是属于牡羊的勇敢、热情、积极。那在春的季节啊，我们的牡羊座爆发能量，那会让我们这个灵魂充满了勇敢、无畏，或者是充满了孩童般的精神去探索这个世界，永远灿烂美好以及心向光明。那从第一组里边来看到，我们第一组朋友有可能你们的星盘当中有牡羊的元素，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的第1宫是比较多的在星盘当中。但是如果一些朋友会说，哎，我还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那在这个牡羊座马上就要出现的季节，也就是说3月尾4月初的时候，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打开你们的能量场，全情的投入，可以说是这个新地球和新宇宙的建设。宇宙会帮助你们啊，平步青云。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女神在飞起来，而且在头顶轮的方向有一个光，向着光的方向正在去起飞，或者正在去体验和观想这个场景。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其实是非常有勇气和勇敢的，而且你们身上其实是有一种蔚然的，可以说是无畏的精神，以及超脱世俗的精神。我看到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新的你们正在重建。从哪里也是从你们的1宫，从你们内在重建。所以更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就正在发生着非常大的改变、蜕变以及锐变了。有可能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念或者说是入世法门方法等等，你们正在渐渐的摒弃啊，你们有可能正在开始去朝着新的方向建立新的方法。也有些朋友你们在跳转行业呀，你们有可能在改变你们的环境，或者说改变你们自身的状态，无论是健康啊、身心灵状态，还是你们对于未来的设想，有可能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就是这个指向标性的变化。我看到宇宙将赋予你们动力，所以在未来这个阶段呢，首先你们的重建是你们会拥有这个动力去重建你们自身的可以说是各种神经丛和内在的神经元变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具体的在某一些事情上拥有动力去把握它。我看到这张牌里边，宇宙希望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永远都有一种赤子之心，也就是说有第一次开始，或者说抱着初心，每一次开始或者说每一次出发都像第一次一样，有这种探索的精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势必你们的未来跟过去会是不一样的。第一组朋友，你们恐惧的或者说不喜爱的未来，因为我们到了1宫，其实经历过1到有可能是10那有可能是1到20，很多很多的转化，我们才又重新来到了0点以及原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的第一步迈向的是一个新的方向的话，跟过去是不会复制和重演的。所以更多朋友，如果你们当下还在担心或有点却步的话，宇宙会自然而然的承托你们到一个新的原点上，开始你们新一步的计划，那不会让你们落空，也不会让你们徘徊。因为我们这个牡羊的精神其实是有火的动力的，然后也是有非常强大的行动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感想的能力感想我们才能去做嘛。所以这个 motivation 也给到大家了，大家会在未来的这一个阶段，有可能是1到2个月之间，感受到你们内心当中的勇敢，感受到你们内心当中重新的这种无畏的感觉。那有可能过去我们这一个阶段，比如说过去的几年当中尤其是我们上一个运势的末尾几年，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确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无常，或者让我们感受到了变化当中的这种激流不管是激流勇进也好，勇退也罢，我们会在这个激流当中不断的去感受到这个三维世界的法则，或者天道的法则、人道的法则是怎样的。顺应这个法则，我看到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首先不需要和自我对抗，再者就是宇宙会自然而然的把你们放到一个更加让你们发光和让你们有能量的时间点和位置，或者说地点，让你们可以完成这一场华丽转身。如果一些朋友想要去比如说打算逆风翻盘重新开始一下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拥有这一个能力，你们也永远都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副牌是我们这个7号牌，我们看到是 Love and Hurt， 爱和伤
有爱就有伤啊，其实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去爱，我们一定会承受伤害，这个是娑婆世界的法则，我们这个人道人世的一个法则啊。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爱当中，我们看到一对天鹅和一个受伤的躯体，或者是一个舞者，他在表现一个受伤的背影。这个里边其实是有很多光在幻化的。所以首先呢，不管一些朋友你们过去是否受到了一些亲密关系的压力啊、伤害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有一种心中所想没有被实现的感觉啊，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是失落的，或者说亲密关系当中、家庭当中跟人的这种交流和接触是有点受伤害的，这个其实就代表的是前世的因缘和业力的一种造化，因为我们看到是7号嘛，这也是灵性的一个觉悟和开醒的数字。所以在当下，很多朋友你们会通过爱以及伤学会如何醒来，而不是睡去啊。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还会眷恋或者说留恋一下过去，时而会回望一下，会涤荡出非常多的情绪，在你们的心轮或在你们的身体周边，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感受到身体发沉重，或者说有的时候会疼痛啊、头痛等等，颈椎痛啊，不要担心啊，你的身体其实当下确实在发出一些信号，在让你们去试着醒来。那这个醒来是什么？当然是飘然呢，我们重新的飘起来，重新的去看一下未来，或者说以更高的一个视野和角度来看待一下过去。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我感受到你们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不管是情上的还是这个三维世界里边的痛，反而是让你醒来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这个痛不管这个对象是谁或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理应去感谢他。不过有爱就有伤，这也代表一些朋友你们当下有可能还在一个缓和伤口，或者说这个三维世界太嘈杂了，我们听到很多声音，看到很多声音，最近就是心理受伤的一个状态。那宇宙在告诉我们啊，伤的背面代表了你去爱过，代表了你信任爱，你拥有爱。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伤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抱着我们的伤口，我们也要看到啊，其实有非常爱着我们的人和事物已经可以来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因为伤口产生的地方就是光照耀和就照射到我们体内的地方啊。好，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光将从你们的体内爆发啊，这并不是外在哪个地方照亮你们，哪一束灯光，哪一束星光照亮你们，是你们的自身开始去发光了，开始去觉醒了。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也会迎来一个觉醒和重新快乐自在啊，有一点就是可以说超然呐、安然和解脱的一个状况啊。单指的是我们的灵魂和气场上啊。下面看一下关于你的重建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先看一下重建是什么样的。看一下，第一张就是太阳牌啊 ，The Sun。你看这边洗牌啊。好，第二张我们看到 Strength in Reverse， 逆位的力量牌。这么多大牌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的逆位。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的逆位。我们的重建在哪里啊？我们把这个卡牌都整理一下，全部飞出来了。我们的重建在哪里 ？Ace of Wands， Oh my God！ 我们可以看到啊，权杖1号，这边有圣杯1号的逆位。宝剑10号，世界牌，这是我们牌底的牌啊。第一组朋友，你们的复原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很强的，有太阳牌出现，也照耀了我们这个母羊啊。母羊其实是火星的能量，火的能量。那我们这个太阳牌当中也有火的能量在顶轮，有没有？好 ，Starcy 在这边加了一个灯光啊，我这个灯光可能会反射到我们的卡牌上啊，所以这是非常微妙的调节啊。我们调节一下，让它亮一点。好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火的能量在出现，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能畏惧的呢？当你们出现的地方，四周都会被照亮啊！我觉得你们的心火将会照亮周围的一切，所以你们的再生和可以说是抗创伤能力、抗挫折能力，或者说是再建设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那我可以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把这个光环放到这边啊，照亮我们的太阳牌，好不好？好，我们第二张是 Strength 力量牌的逆位啊。也就是说，一些朋友在你们不自信的地方会爆发光芒，所以不自信和命运之轮的逆位是周围的人有可能让你不自信了，或过去的一些经验让你不自信，
过去的一些不幸运，比如一些朋友会说，哇，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幸运到第一名，我没有办法幸运去，比如说抽奖中奖，或者说有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轮到我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有天之骄子的资质，但是有可能没有天之骄子的运气。所以在有的时候呢，命运不得不去筛选的时候，你们仿佛永远都要站在后面的几位。很多朋友你们已经感受到了，周围的人有可能也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有可能是舆论上的压力，告诉你们不要争了，或者说你有可能就不是那一个。但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权杖1号代表了你永远都有能量啊，可以说敢想敢做，敢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们在这个时代呢，火的能量和气息正在声望和蔓延。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份是一个木火通明的年份啊，就这一年开始，火的能量将会蔓延起来。所以第一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重新的开始一些过去放弃事物的挑战，或者说必须要让你放弃的一些事情啊，类似于过去几年你从事某一个行业，过去几年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非常灿烂的探索和来自于你天赋的一些特长等等，没有办法被实践。好，我们看到这个光圈啊，就是灯光圈啊，照亮了我们的太阳这张牌。你们将会拥有新的光环，你们也将会在这个光环背后看到新的机会。在未来的2到4个月，一些朋友你们将会重新开始，并且这个新的你的重建是摒弃了一切的不自信和过去仿佛加之在你身上的枷锁。这些比如说不可能啊，或者说要压抑一下，或者说让你不自信的人事物和这些周边的干扰将会离去。我认为你们有勇气重新迈出一步，去建设属于你们的方式和方法，或者说不受外界过度的制约。因为我们当下已经挪动到了这个水瓶的世代啊，那我们的这个水瓶的对宫其实就是狮子，也代表我们的力量牌。有更多朋友，其实你们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是7号嘛，我们看到有1号有7号啊，要有1宫就有7宫。那在我们的黄道12宫里边，这个7宫代表的是亲密关系啊，星座当中的合作，然后你最亲近的人等等啊。有更多朋友，其实你们的亲密关系也正在被重建。这个重建其实首先源于你们自我的重建，那紧接着呢，会随着你们自我的重建，一步一步的像是剥洋葱一样，剥到这个内核。其实内核是什么？是能量。好，是我们这个灵魂本身的能量能量呢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会随着我们的妄念啊，我们的心性所转动和幻化。所以我看到，当你们拥有了新的这个能量，不再着于旧有的历史啊，旧有的这些世俗的事物和回忆啊，或者说旧的能量，你们将会有新的方法重新再来，用你们的方法。所以第一组的朋友，这个是可以发挥你们的天分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些牌，其实在情感上啊，有可能更多朋友你们在情感上受伤，包含了原生家庭、亲密关系以及有可能会有一些有缘无分呐、阴差阳错或者说对，就是好像是不被那个时间和地点、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安排到的一些感情，或者是契机啊，这些契机可以重新再来，将会破土而生。因为你们在过去已经播撒过了关于这些的种子，那当我们这个机缘和养分成熟的时候，势必有一些事情可以破土重来。有些朋友会说，哇，我的亲密关系和我的一片真心不会再来，我曾经受到的伤害不可能让我重新再来。宇宙可以让你们重新再走，就是比如说你们可以重新的拥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权杖1号势必代表了你们会动手执行出来一个新的方式和方法，并且你们有方法去重新疗愈自己和让自我自信。这个是你们的重建啊。那我看到其实这个重建的过程其实是漫长，而且呢就是不能自我逼迫，而且是要给予自己很大信心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时间啊，时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计量衡，只在我们的3维世界拥有。所以当时间到了，当这个能量聚集了，当你们的善种子成熟了，这个机会就自然而然会浮现了。好，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可以重新再建设事业，重新去出发，重新感受这个事业的美好，也可以重新再爱。有些朋友你们会建设你们的健康，也会重新建设你们的身心灵环境，你们会有这个动力啊，像是这个喷火的战车一样啊向前。而且我看到你们的光亮将会点燃或者照耀很多人。当然了，在这个火的这个能量比较纷涌的一个阶段，有可能我们会有很多躁动，或者说我们会有一种
急不可耐的感觉。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中间的3张牌代表了周围的世界越是动啊，我们这个7号牌是逆位的宝剑七啊，越是撼动你们越是需要让自己稳定。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越是在逆境当中，越是需要给自己一些行动，这是阴阳啊。比如说我们在很燥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定下来，这是给我们补能量。当然在我们很静，或者说我们感觉自己的世界已经一个光都不会出现了啊，寸草不生啊，一个动静都没有，声响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是你们开始去行动，开始去转变它的时候。所以命运之轮我们这边转到了最底下又会转上来，代表了否极泰来之意啊。下面看一下我们这个新未来的显化是什么样的啊？显化也算是变化，比如大家当下已经迈出了这变化的一步，这个牌是应和我们第一组的，那有可能这个新未来已经为你们组合啊，而且已经固定的产生在我们这个多维世界的未来，我们这个胶片上，或者说我们要固定的这个旅程当中了。当然我们有这个平行宇宙的理论啊，如果大家当下不选择过于激进，或者说太快的迈向新未来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沉淀一下，宇宙会给大家时间的啊。这边我们看到是国王牌，我们第一组朋友啊，火象星座、狮子座、牡羊座、射手座都出现了。这边我们还出现了这个金牛啊这样的星座啊，或者说金星在火象的朋友再出现在这一组。The Hermit 隐士牌都是 Major Arcana， 都是大牌，有没有？国王和隐士啊，看一下我们这个新未来的显化是什么样的。E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8号的逆位。好，我们整理一下啊。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Ten of Cups， 圣杯10号的逆位。好，我们这边最后一张牌 Two of Wands，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能量很应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新未来是什么样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过去有了积累和经验，就是过去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这个积累和经验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非常弥足珍贵。所以在我们过去这个摩羯时代和我们这个土的时期啊，我们等一下是火运嘛，它上面是土运啊，在我们这个8运土运的时候，更多朋友你们积累了智慧、权力、经验啊，或者说你们积累了一定的入世的方法。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是很好这个学习家，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这个 boss 然后这个 leader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你的身上啊。我觉得你们其实身上不缺神圣阳性能量。当然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内在是非常具有深厚的老灵魂的智慧的，所以这个累生累世积累下来的智慧让你们会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帝王之气。未来这个新的显化，我看到你们正在规避掉一些旧有的，我们这边8号和10号牌是逆位的，而权杖1、2号都是正位的，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你们在规避掉一些旧有的，比如说障碍和阻碍，或者说很早就拖延住你们的一些事件，或者说一些细节了。我看到你们也在规避掉一些不良的团队合作，有可能比如说是比较冗杂呀，然后比较繁琐呀，比较沉重的这样的一些人际交流，你们有可能会比较轻盈的，或者说你们独一无二的，有可能从一个领域和从一个团体当中跳跃出来，进行你们的探索，或者说你们会成为这个探索的领路人啊，你们会是第一个这个吃苹果或吃螃蟹的人。所以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你们的显化是你们会去挑战一些新的领域、新的事件啊，这当中会有很多这个 challenges， 比如说机遇呀、变化呀。但是我看到其实越是机遇和变化，越会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内在兴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从你们能量当中可以看到非常强的火土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既是实践家又是探险家，所以通过实践的积累进行探险是最扎实、最牢靠、最靠谱的，有没有？那这边呢，金币8和金币10也代表了你们的未来有可能会抛弃掉一些，比如说一些事件它必须要有一些流程啊，有一些分配的法则等等，你们将会跳脱出这些。圣杯10的逆位代表了其实在一些大的环境和一些合作当中，你们也可以去跳跃的选择合作与不合作。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牌里边比较适合独立门户，你们适合去独自创造属于你们的领域，也有一些朋友你们适合去创业，或者说成为一个教师啊、讲师啊、研究者等等啊。总之在你们的未来当中啊，你们的显化或者说你们当下这个心念去集合出来的是一个智慧产生的实践结果。就拥有智慧和经验，我们
有可能第一组朋友你们是不甘于沉默的，你们将会让自己远行。所以一些朋友如果过去你们在一个比较闭锁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是闭门不出啊，闭门造车，在学习啊，在经历和在领导，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不甘于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边只是沉淀的。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跳脱出去啊，看一下这个新未来的显化里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给到我们。Six of Swords， 宝剑6号。好，我们今天飞出来一张啊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好，我们这边又飞出来了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逆位的权杖8号。来继续看一下啊。好，我们这边飞出来了2张，一张是 Page of Pentacles， 一张呢飞出来是权杖4号。我们这个末尾都是权杖，有没有1、2、4啊？所以更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过去的想法其实是对的，但是你们固定的要去经历过我们这边金币8的逆位、金币5的逆位，你们有可能要去跨越很多弯绕的课题，或者这个过程和这个旅途，它并不是一路坦途，它有很多考验。因为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意想之外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我打算从事这个领域，我打算做这件事情，我打算爱这个人，当中总是有一些弯绕。不过我们第一组朋友呢，有一种熬过寒冬的感觉啊。当你们再去进行一些坚持和一些播种的话，有可能在未来的2到4个月，这个成长将会是非常稳定以及非常具有生机的。宇宙还提醒我们，你们可以在你们想坚持的事情里边再坚持一下和再深入一下，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慢一点来。2张8号牌的逆位啊，我们这边是权杖8，这边是金币8，不急于求成，当下其实是一个酝酿的阶段。我看到呢，当你们更加的深入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的能量更加的稳准狠，就是在对的时候，你们会很快的爆发行动，而且呢，稳稳的击中你们的这个目标中心。也有些朋友看到啊，你们固定的这一个感情和固定的不管是工作还是长久的发展机会即将出现了。当然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你们料想之外的，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突然爆发的。所以如果把它带入是一个工作机会，或者说自我发展机会，我看到你们的过去的想法和过去的初心始终存在，而且是正确，所以有可能这会严格你们过去的天赋和一些研究，或者说你们的学习和一些职业经验的积累。那过程有可能是漫长且弯绕，但是在未来的2到4个月之间，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得到新的机会突破。如果在等待工作的朋友们呢，这份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很有含金量，而且会被你们发展和发掘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会抓住机会啊，宇宙也在鼓励你们抓住机会进行这场显化或参与这场显化。也有更多朋友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们有可能会遇见跟你们非常合的人，有可能是合作啊，有可能是心灵相合，有可能是跟你们搭建了非常稳定和平和的一片蓝图。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将会从独行侠慢慢变得开始有依靠，或者开始有团队，或开始是有左膀右臂的。权杖4号其实在我们这个传统塔罗牌当中是婚礼呀、庆贺呀，王子公主终于在一起啊。那我们这套里边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神圣阳性能量和神圣阴性能量的结合。所以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会首先在你们的内在就是阴阳平和的，再者就是你们很容易遇见你们的神圣阳性能量、神圣阴性能量，比如说你们的神圣伴侣，也有些朋友是你们的 Twin Flame 即将出现，和你们进行一个合一啊。但是我们在情感上，我看到更多朋友啊不再追求，可能是灵魂上过度的一个把握，或者说我这个感情我要让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造诣，我要造化它成什么样，这个其实是一种顺其自然。因为我们所说的显化其实是一种播种啊，我们在过去的播种在未来会呈现。当下我们看到新未来的显化是什么样的，是基于我们当下的播种而呈现的。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未来，或者说你们希望未来是跟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看到是花好月圆，有一个美好的感情蓝图。首先宇宙告诉你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更多朋友在当下你们爆发的心念是否在助于你们的显化呢？
关于显化呢 ，Starcy 也会在未来做一些影片来帮助大家去探讨和了解一下，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共同学习一下这个显化，或者说播种的法则等等。我相信更多朋友你们已经深谙或者说是非常熟练的去理解了这一个部分，那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从这个牌里面能感受到。特别是春季到来的时候，未来的2到4个月之间，有更多朋友你们会发现，你们会跳出过去的一个固定，有可能是这个能量好像在守恒，好像在不断的停滞好像在止步不前的一个阶段已经不在了。你们会突然的打破一面墙，并且呢看到非常广阔的空间，有可能这个空间的背后，或者说当中的某一点，也有你非常重要的人在等待你。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对待情感和对待自我最原始的这个发愿依旧存在，并且呢可以在未来的这个阶段里边不定时的收获他们投射给我们这个非常稳定的滋养，我觉得这是非常良好的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未来里边还有什么。一些朋友看到你们的项目和计划已经成熟了，这个成熟的时期也是在未来这个阶段的。这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做一些调整和调试。当然金币公主也代表了我们需要一步一步走试着来就试对了这种状态接着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卡牌，圣杯1号的逆位 Five of Cups， 圣杯5号的正位 The Tower， Three of Pentacles and 这边我们看到 Page of Swords。 你们的内心有一些惊吓式的信息有可能在干扰你们，我看到这是情绪带来的，或者是当下有一些外在震动新闻周边环境给你们带来震动，所以你们会对待未来有一定量的悲观。那宇宙要告诉你们，就这个悲观是情绪来的，情绪是我们身体和感知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在有5脏6腑，我们的外在有这个7窍有眼耳鼻舌身意，包含了我们的各个穴位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我们都会有的，所以这些感知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识别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情绪是我们。而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被这个感知混淆视听，所以当下呢反而是需要集中心态稳定和沉着的时候。关于新未来的显化，宇宙正在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提高的是行动力，而不是多思多虑忧思伤脾我们把这个5脏，我们这边有圣杯5号嘛，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去整理一下你们的这个内在调和，脾胃关系，或者说是太阳轮的这个部分。有些朋友看到你们内在其实有一些恨的，有一些怨的，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在重要的时间点给我们带来一定量的影响。那我们对待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The Star and the Page of Wands Death。 好的，我们看到星星的逆位，死神的正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去斩恶龙的时间了，有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内在有一些妄念，有一些让我们不能动心忍性的东西或者说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负面情绪的东西负能量的东西，我们需要排除它，排斥它一下。那怎么样呢？一些朋友可以去运动，可以晒太阳，可以接触自然，你们可以放飞内在小孩。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永远都有，因为我们的星盘里边就是金木水火土然后我们的冥王星土星已经都存在或者说我们从1到12宫都是有的，对吗？不管是这个宫位是空的也好，还是说真正产生了一些相位也罢，这个我们是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的。所以我看到摒弃你们身上这个，我看到是冥王星带给你们影响、拖拽、恐惧、忧思的这个部分。有更多朋友你们需要跳跃性的思维和跳跃性的行动力，也可以做一些让你们感觉到快乐和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排尾是圣杯7第一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你们永远都有做梦的权利，而做梦本身也是一个种子，让我们可以在3维世界呢去播种出来一些我们享有的实相，这个其实就是显化的种子。很多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圣杯7号其实是我们这个圣婴降世然后所有的女神都围绕他的背周围给予他很多很多祝福，和我们的传统塔罗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组牌朋友，其实你们是被祝福和被保护的小孩，而且呢当你们去感受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在爱你们，也有很多爱着你们的人在给予你们祝福，通过空间和维度。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纯真你本来的样子是多么的具有能量，千万不要被周围的尤其是干扰性的负面信息所困惑所蛊惑，好吗？好，这是给我们的信息关于新未来的显化。更多朋友看到你们在未来可以去做出一番你们想要的大事业，但同时呢有可能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最值得被守护的啊！只要你们感觉到快乐、幸福和安康，这就是我们生命最强烈、最想要拥有的这个经验和体会。那我觉得在这个新的阶段当中，你们不会委屈自己，不会憋屈自己啊！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了，是在我们这个规则和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事件发展的过程当中应有的趋势底下，我们会做出全权的或者说权衡的以及更加周全的一些应对。我相信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新的动力去行动、去爱和去打造，而不是被影响，好吗？还有就周围如果有人在影响你们，在给你们打退堂鼓，再去恫吓你们的 taver， 就是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会怎么样，这样会怎么样。我们第一组朋友啊，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灵魂在给你的声音和鼓励是什么，好吗？ Stacy 也鼓励大家。还有些朋友，我看你们在爱情上啊，你们曾经拒绝过和曾经离开过的一些人呢，其实是想和你们去合作的，想跟你们走得近的啊。所以我感觉到其实在这个牌里边也代表了在未来这个阶段，一些朋友你们在爱情上将会有新的机会。同时呢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要问自己，就是你们有没有治愈好自己，你们有没有想好再出发，你们有没有想好在这个过程里边重新的尝试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个尝试是在你们内核稳定和修复好的基础之上。如果你们对于爱情当下还有一定的忧思啊，或者说当下是一个适合自我成长的阶段，当下我们需要去再想一想，有些暧昧关系和拉扯我们看不清，需要再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我感觉这个时间不会很久，因为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已经从一个 cycle 里边走出来了，恭喜大家。这边星座上我们一开始看到土火信息啊，后面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关于冥王星和天王星的信息。其实本身我们当下这个冥王星就是在水瓶座嘛，就是它在一个充满了震动啊，跟天王星有连接的地方，所以这个阶段里边，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也会感受到外界的变化和我们内在变化其实是非常快的，然后有可能变化说来就来啊，但是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乘着我们的就是内在的心意啊，稳定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点，我们就是可以定得下来的。中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宇宙一定会帮助我们去集合进行这个显象啊，就进行完这个显化。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 breathe 啊，呼吸，有没有？一呼一吸之间呢，我们和宇宙连在了一起；又一呼一吸之间呢，我们仿佛已经重新回归了我们的原点啊，我们也制造了一个宇宙，我们还是一个宇宙。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存在非常的重要，而且你们的感知和宇宙连接在一起。我看到第一组朋友最近有可能会有一些头痛和背痛的状况啊，这个来自于内在的，我看到是负担啊，负担是在我们的肩膀上啊，情感压抑那在我们的胸口，那如果是怨憎会的话，就在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这个腰间。所以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了解一下你的情绪在告诉你们什么。当然在这个呼吸调整的过程里边，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学习如何做自己，所以学习如何感受自己，并且呢大家可以通过呼吸的调节去可以说是去连接我们的内在，连接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去疗愈和调和它。第一组朋友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间呢，宇宙已经重新的被组合形成了。因为我们的呼吸有没有？我们说过有蝴蝶效应啊，那我们和这个三维星球的光合作用岂不是更重要啊？我们的一呼一吸产生的二氧化碳也好，我们吸进的氧气也罢，都让我们的内在和外在一定在发生着改变。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存在特别的重要，是你的宇宙的中心。所以最近呢，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补充你们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啊，从下向上补充。因为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顶轮是非常开阔的，以及放光的。也有更多朋友你们需要安全感，你们需要在当下有可能是稳定一下，或者说暂时休息一下。我看到你们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应该不会超过未来2个月。也有更多朋友我看到你们的生活啊，第二章我们看到是 align your life， 你的生活有可能存在这些改变啊、裂变，或者说你们再重新找自己吧。那这个牌其实代表了我们在一个碎裂的镜子里边看自己啊，每一个角度好像都没有办法拼凑成我们，但是又是我们。所以呢，这张牌在问我们啊 ，What is not aligned or needs to change？ 好，这个没有被统一综合的点，这些需要改变的点到底是什么？我们第一组朋友啊，是改变的时候了，也有一些朋友是进行某一种断舍离和某一种变化的时候了。
那这个破镜能不能重圆呢？有些朋友有可能在过去的一些亲密关系和感情里边，你们遭遇到了一定的碎裂，甚至是自我的质疑啊。不过这种质疑其实是很好的，让我们在每一个面当中重新建自己和重新拼合自己。当下呢，如果有一些琐事、杂事和一些需要去整理和梳理的事情，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给自己一点时间，首先在内在去，可以说是拼合，也可以说是去重新集合这面镜子，有可能是你们内心中的一滩湖水，如何重新的爱自己、看待自己，你们是最值得被我看到是保护的。如果周围没有人能够保护到你们，如果你们为爱或者为情所伤，你们为三维世界的一些人事物所扰的话，也没有关系。从整理你们生活的一些小事和琐事开始，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变得更加完整。尤其是拖延已久的、不爱面对的，或者说干脆应该做断舍离，我们当下还没有办法去举足前行的一些事情啊。我看到一些朋友这是重点问题，比如说和一些人的断舍离啊，比如说和一些事情的断舍离啊，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应该去重新开始了呢？权杖1号，比较好的一个信息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将重建而不被困在过去，新的一个版本的你超有能量和超级稳定，而且会掌握自信以及幸运的法门和诀窍。所以我们第一组朋友啊，需要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再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和一点点的空间和空余，并且随时准备整装再出发。宇宙会给予你们机会的，你们将会得到一些消息，有可能会得到一些合作，有可能会突如其来的得到一点点的进步啊，就是宇宙会推我们一把。我看到你们其实有非常好的内在功底，可以在这个三维世界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绝对珍惜它，我们也绝对去把握一些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里体验，就在那里体验。那我们还不如抓住体验的当下，活成一个亮眼的，或活成一个闪光的，活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大家最近也可以注重一下健康的状态啊。我看到在最近的前几个月，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有感觉到有一些微恙啊，你们感觉到有一些不稳定啊，有可能是情绪上的和健康状态上的。在最近2个月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集中的补充和调整。好，那在新的一个未来重建后的你们正在给予当下的我们信息啊，就是未来的第一组朋友在给你们信息去进行这场整合。所以呢，再一次的鼓励和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好，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啊，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在我们当下每一个当下的一呼一吸之间，都是一个新的，可以说是新的当下，我们也在朝向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不断的通过呼吸去建设它。祝福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踏向属于你们闪光的未来。我们今日的学习和连接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莲花相座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才看的主题呢是灵魂的超能量讯息。我们看一下关于我们的重建啊，我们内在的重建以及新未来的显化。那我们也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关于我们如何显化和创造我们的新未来。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莲花相座，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2组的朋友。我们看到是20号啊 Sidus 巨鲸座啊，鲸鱼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海怪啊，然后正在我们这个女神的周围，它从海中出没了。这张牌呢，代表的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恐惧 fear。好，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希腊神话当中啊 Sidus 是一位著名的海怪啊，它这个体型非常的大，非常的长，而且潜藏在深海当中。那鲸鱼座呢是我们的南天星座之一啊，这个当中也有非常神奇的一些神话传说。那关于我们这个仙女星呢，如何去调节、助力和降服海怪等等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巨型的海怪正在掀起浪花，也可能是掀起我们内在的恐惧感。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先不要怕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海怪出现呢，有可能代表了我们需要降服我们内在的
恐惧，最深层次的恐惧。有些朋友有可能在梦境深处梦见过，有可能一些朋友的恐惧是关于水的，有可能是关于累生累世的一些记忆的。有少数朋友你们生活在古亚特兰提斯，或者说这个古希腊时期啊，有可能你们曾经亲眼目睹和见证过。我们和就像《山海经》当中很多异类啊、异族啊，就是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这个星族。或者说种族啊，然后相连接，有可能是相对抗，有可能是需要在地球上共处的一些经验经历。当然了，我们的眼之所见啊，耳之所闻啊，也包括了我们的所有根啊，我们的六根啊等等所染，都是我们内在的一场可以说是信息的集合，投影成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着到我们的眼根上，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恐惧的信号，这是一个怪物的信号，这是一个非人类信号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20号代表了，首先宇宙在告诉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降服你们内心当中的怪兽，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当我们充耳不闻或者说闭眼不见的时候，有可能并不代表这个恐惧消失，而我们真正可以正式面对和理解它的时候，才是我们开始去战胜降服，或者说直面某一些恐惧的开始，也有可能代表了这个恐惧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我们呢不再去着相，我们之前讲过，心过关了，相就消失。当我们的心不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相，不把怪当成怪的时候，有可能这个恐惧就已经不再存在。当然这牌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内心当中最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呢，就是又抽了一张这道卡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8号，那出现的是Necklace Nebula 就是我们的项链星云这代表了我们需要启迪我们的高维度智慧，打开我们的顶轮，去看到我们无上的价值，无上的这个瑰宝和丰盛感在哪里。那这个 necklace 本身它是一个星云体嘛，但是在这张卡牌当中也代表了我们和宇宙在任何一个管道，甚至是像是血脉穴道，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和宇宙本身就是相连接相连通的。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有无上的智慧，是你们的瑰宝，而且是你们的荣耀和尊荣所在，所以你们必须要去相信自我 self trust。 所以当下有可能一些恐惧在考验的是我们第二副组牌相信自我的能力在哪里。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新版本的你们有可能要求你们必须要克服恐惧，并且坐回你们的宝座上，并且当下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也是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打开喉轮、三眼轮和顶轮，重新面对我们人生的智慧和使命的时期。当我们这个项链星云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喉轮体系喉轮呢，就代表我们这个喉咙的震动发出声响，也代表我们如何去接收信息、理解信息和净化信息以及选择信息。所以在最近这个时间段，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通过一些新闻消息和你们内在的一些信息检索，以及思维和思索，去重新看破和看透一些什么。那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非常容易在最近这个时间段呢重新理解高维的智慧，因为我们从20号到38号经历了18这个数字，它也是一个大师数字。所以在当下很多第二牌的朋友，你们会发现你们自身的能量其实是无限的，相对于客观世界或任何一个上师，任何一个看似更加权威、更加有能力的个体，我不管是人物还是说一个事件等等，你们真正的荣耀是做回自己。所以我看到第二牌的朋友，宇宙正在鼓励你们在这个新的阶段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呢，首先是打破恐惧和看到你们的光芒在哪里。第二牌的朋友，你们有深远的智慧这个智慧其实是连通高维度的，并且其实你们的这个顶轮的可以说雷达检索雷达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在最近这个时间，你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智慧方法或者说是智慧的信息正在进入我们的生活通过这个推倒恐惧的围墙。比如说一些朋友，当大家去寻求一些比如说指引建议疗愈或者说是知识在这个维度当中，你们会发现你们可以扩展的非常广。这个广度其实在这个星云当中是就像这个我们的水晶球的球体一样每个点具足，面面俱全。所以很多朋友，你们会在最近发现你们的智慧有可能正在调频和升维，而且你们接受智慧的这个管道也正在被打开。也有些朋友，你们去疗愈、净化和传递信息的管道会变得更加的通畅无阻。
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因为我们抽一套其他的卡牌，就是 Shadow and Light Oracle， 光和影之面的卡，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能量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看到是33号，首先是一个大师数字，再者我们看到是 Action and Reaction， 这个牌其实能量很相似，有没有？我们看到的都是比如说打开我们的喉咙，打开我们的嘴巴，好像是我们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象啊，恐惧之象，或者说是愤恨之象正在被释放出来。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涛汹涌。当然了，从这个另外一面，我们如何去行动和如何去反应呢？行动上来讲，我们好像正在一个上升的时期，我们也正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高于地平线的地点啊，我们正在看日升日落。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内在智慧在震动和打开的同时呢，有可能也正在走向另外的一个高度。当下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觉得有一些焦虑爆发呀，或者说有的时候情绪和愤怒容易被激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浪花嘛，我们看到很多浪花在我们的周围啊，甚至是我们心中的某一种贪嗔痴慢疑的相被激发出来了。比如说周围的人让我们发怒，让我们生气，让我们苦恼等等，但其实终究它的一个事实其实是推动我们去启迪和打开我们的高维智慧。我们第三组朋友，你们有这种睿智和能量以及从容，站在比较高的点去看待这一切，甚至看待你心理当中所有的反应，这个是内观的一种体现呢。并且在当下呢，重建我们能量场。其实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是从打破开始的，你们需要先打破一些情绪的困扰，就像我们这个水啊，也是你们的一面墙。我们推倒这个水，有可能是从水当中有可能是站出来，或者说是飞升上来，又或者说是我们直接站在坚硬的土地上，从一个高度重新看待这个水，它的这个波涛汹涌的变化呀，它的这个聚与合、离与散等等。所以宇宙在问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周围给你的任何的一个，比如说是信号，或者说一个一个事件，我们如何反应呢？那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良善的反应，重新去将你们的情绪和信息组织起来。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需要情绪的发泄等等，宇宙会给你们这个时间去倾泻你们的情绪，当然宇宙也会重新给你们这个时间去重整你们的生活，去面对你们这个新的环境。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二个牌的朋友最近会经历一个情绪洗涤呀，排除恐惧和愤怒啊，然后重新净化和重新回归理智平衡的一个阶段。周围有一些烟云也会散去啊，比如说一些困扰我们、疑惑我们、恐吓我们啊，或者说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不安全感的信号，会随着你们的理性，随着你们的真知灼见而渐渐的平和和平复。我们可以称这些恐惧的象，或者这位巨型的海怪啊，是我们的一位名师吧，一位引路者啊。然后有这位引路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需要排除什么，我们在新的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姿态去迎接属于我们的天地和前景。好，下面看一下啊，关于我们的重建，我们看一下我们 Tarot 给我们的信息。第一张就是 Ace of Cups， 圣杯1号啊。好，我们来抽一下卡牌。我们看到是 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 ，Seven of Cups， 圣杯7号。Four of Cups， 圣杯4号，看一下啊，关于我们的重建，新版本的我们啊，在这个新的世代、新的年度，好，这个牌飞得蛮远的啊。我们看到是 Ten of Cups， 圣杯10号的逆位，都是圣杯啊。我们第二组朋友水象非常强啊，双鱼、巨蟹、天蝎来到这一组，有各位朋友你们是高维度的灵魂和高维度的智慧。有些朋友是 Starseed 星际种子啊，或者说你们喜欢学习高维度的智慧，传递比如说光的智慧以及圣贤智慧等等啊。那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啊，本身你们的灵魂的种子来自于很高的维度无条件的爱，或者说呢来自于仙女星、卯宿星、天狼星等等啊，环境非常的殊胜美好的一片天空和国度。然后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大愿和非常虔诚和热烈的志愿来到这个三维，来到三维，你们其实打算去进行经历，并且在经历当中进行灵魂的突破。那我看到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你们曾经遇见过一些让你们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却步和胆怯的东西，
也有一些朋友啊，你们的特质并不爱与人起争端，有可能你们喜欢活在艺术、幻想和创作的境界，天马行空。所以有的朋友，你们其实并不问世事，甚至在过去啊，我们的一个土的世代，然后我们这个摩羯的世代，或者说前一阵子，我们也曾经去经历过这个灵魂的修心啊，或者说进行灵魂的深入修行等等。我看到你们其实并不想要去过度的攀援，或者说追求一个世俗当中怎么样的成就和成功，但是其实你们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创造力，甚至呢在维度和能量上不同于人的一组朋友。有更多朋友看到啊，这个三维世界让你们的灵魂有的时候会陷入一些幻想、恐惧，有可能你们对于能量和这个震动非常的敏感，所以当你们感受到爱的时候，你们会非常的快乐，非常具有创造力，以及非常的轻松自在。当你们感受到恨意，当你们感受到排挤、冲突和争端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也会有一种这种头痛欲裂呀，或者说耳朵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牌里边有没有？有头痛啊，我们这个双臂正在我们头轮的我们头顶的上方，我们这个圣杯4号也是这样的一个姿势，有没有？所以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顶轮是非常需要被保护和照顾的。我们说顶轮其实它的这个范围是在我们的头脑，就头顶嘛，是百会穴啊，头顶的正中。到我们的这个后脑以及我们的喉轮，都是我们第三组的朋友非常需要去保护的部分。然后你们需要去净化和多聆听高维度的高频率的震动和音乐，代替于一些嘈杂的争论呐、辩论呐，或者说新闻的吵闹，或者说一些负面能量信息的散布。当然，其实当下我们处在一个网络信息极度爆棚爆发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整个社会的震动是这样的。所以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是非常需要保护自己的高敏感的然后具有高智慧的智慧种子的灵魂。那我看到其实关于你们的重建是，一旦当频率恢复到高维，或者说恢复到一个高度的震动，或者说你们在爱当中，你们在体会创造的喜悦，你们是非常具有创造成果的一群朋友啊。看到你们有可能在艺术上、文学上、绘画上审美上甚至是疗愈上还有一些无上的这种智慧的传播呀读书等等，这一方面都有非常强的一个天赋和灵感。你们的重建首先是超尘脱俗开始的，我们看到圣杯1号，我们也看到这个莲花不注水的状态当你们开始去奉养、奉行无条件的爱，当你们愿意去重新，不管是爱这个三维世界，还是爱自己，还是说接纳和体谅你们的这次经历和选择，你们的重建就已经开始了。不管在任何的空间、任何的维度、任何的时间点，我相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不以时间来论什么时候你们可以重建，任何的一个当下你们都可以。但是我们第二组朋友其实是非常易碎的，你们也经常容易碎掉。我看到周围的环境让你们想要出离，想要逃出来，或者周围的一些人呢，或者说人聚人散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和场景是你们不喜爱的。也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非常的需要去保护好你们的振动和能量状态，包含了健康，因为你们是比较易感的，就是易伤感的，也是易进行能量连接的人群。我觉得你们需要主动为自己进行净化，并且呢排除你们生活空间和能量空间当中的一些冗杂，然后一些嘈杂和负能量的这个部分。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先要治愈自己，而且对于这个生命要爆发新的活力和激情，这个重建呢才会开始。有些朋友是当下马上开始重建的，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还需要一个时间。不过如果从牌里边给大家一个时间的话，我看到未来的半年当中有更多朋友，你们会从一个独我的境界当中就是独自或者说有点纷扰或散乱和迷茫迷惑的境界当中走出来。我看到你们会确立你们真正的某一个目标或某一个爱好，并且呢虔诚的认真的去做它。那这个虔诚不一定是我们要精耕不辍呀，就是每天都要去做什么。我看到只是在心态上，你们去保持半个出离心，看这个三维世界就够了。你们的重建其实是一场自我意识的重建，就是你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三维世界，如何理解这个地球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灯光。Stacy 也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有这个卡牌是比较反光的，所以我们加一个辅助灯光的同时也要规避它的反光。好，所以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根据我们刚刚调整光的
调整我们这个灯光的一个行动，我感受到你们也在调整你们向光的方向在哪里。毕竟我们这边有一个权杖侍从，侍从其实是一个尝试性的，并且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葵花向光，也就是说更多朋友你们在找你们的光源在哪里。当然更多的朋友我们无上的光源一定从爱和慈悲当中来，并且我看到你们内心当中有你们想要追求的这一个高山流水的领域和部分，所以这个并不是不切实际。我认为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而契入，或者说而进入你们想要的领域。也有些朋友看到你们会离开，比如说离开一个长久喧闹的环境，你们可能想要一定的清静。有少数的朋友呢，你们的重新的自我建设就是从这个净化和某一部分的放弃与重新拿起开始的。无论如何宇宙在承认你们和鼓励你们，就是你们无论在做什么，做得好与不好，周围人如何去看待和评价你们，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如何去反射这个条件，如何去评价自己呢？你们又站在灵魂的旅程的哪一个可以说是过程，哪一个阶段和哪一个位置上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到了可以说是中间场转换场，并且在未来这个阶段呢，未来的显化和未来的这个能量集合是随当下你们的意识，一定是在迅速的集合和投影的。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发愿就从喉轮这边我们 necklace 开始放光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发愿。如果说现在一些朋友你们还是在我比较怕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害怕离散，我害怕失败，我害怕周围人的评价，那我害怕这个三维世界给我很多的疼痛和委屈等等。我觉得周围一定会给你们带来更加良善的信号，不过你们需要先从内心开始去回应一些良善的信号，回应良善的而规避不良善的。怎么规避不回应它，不进行回应，因为我们这边有 action 和 reaction， 不进行回应的话，有一些波浪不会再起来。不进行回应的话，你会自然而然走到你想要的高度，静静的一个人。不进行回应的话，你周围的所有的嘈杂的信号和周围人对于你的评价尽归于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装傻嘛，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就装作不知道嘛。我看到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和任何的一个情感磨砺当中，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一定是先从真爱自我和理解自我开始的。你们内在想听什么样的声音，我认为现在是清静的声音和智慧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们第二排的朋友自我重建的一个信号的开始并且有一些事情让你们重新爱或者说有一些人也可以让你们重新爱等等。我认为呢，你们可以去让自己首先安住于当下，沉浸在这个爱的过程里边虽然说起来有点难但是我看到如果要追求结果的话，这个要参与你们主动意识的显化，就是你们要主动去想才可以有一个结果，而不是任它发展。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新未来的显化如果我们当下已经迈到了一个正在进化和提升维度智慧的阶段，我们也正在去甩开或者说离开一些负能量，不回应一些负能量，那我们新未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显化什么呢？金币3的逆位，Three of Pentacles。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的新显化是什么。好，我们整理一下卡牌看一下卡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 The Fool in Reverse and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正位。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逆位。好，这边飞出来2张一张是 The Star 星星牌，一张是 Two of Pentacles。这个牌很有趣好，第二组的朋友，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你们在进入的这个新显化跟过去的版本真的不一样，就是过去的几年，或者说在我们比如说跨这个年之前吧，你们的想法或者说一些冲突的，或者周围人激起你情绪的一时意气用事的想法结束，可以结束和放下。因为我看到这个不是根据你们内心的声音来的，所以宇宙永远都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或者说在成长里面不断的给我们新的机会。The High Priestess， 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我看到你们的智慧将会回归啊。根据我们这个 necklace 啊项链星云的这个能量，你们将会重归女祭司的这个维度和角度啊，不管是阳性能量还是阴性能量，男生还是女生来到这一组，你们将会冷静和睿智起来，开始去注重内心的感受，也开始进入这场理性的实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有这个阴阳相合的一个状态啊，有一团火正在燃烧，有一团火它是熄灭的，所以代表了阴面和阳面。我们既看到这个三维世界，也看到我们的可以说是另外的一面。比如说我们有明的世界，也有暗世界啊。那女祭司呢，本身也是一个通灵，或者说通往啊，我们更高维度世界也好，神的世界也好，天上和地下也好的一个连通的管道。所以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本身具有通灵能力和汲取信息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只是有的时候它会受到我们大脑，比如说我们大脑是物质的，然后我们大脑产生的意识，它其实也是根据三维度所产生的时下的一些感知。那我认为女祭司本身它是尊重我们跟高维度感知的本身啊，所以说它所 channel 或者说连接到的一些信息其实是不同于这个维度，但同时它有可能没有理性的这个根基来给我们进行一定的可以说是验证，或者给我们一些证据吧。所以我看到其实呢，只是跟随你们当下的内在声音，其实对于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天性，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呢，比较怕的就是反向的再三质疑。这边宝剑五和星星牌代表了周围人的质疑，以及周围人给予你们的一些评价等等，你们可以暂且不问啊。首先的 Star 星星牌是你们是否愿意重新回归对这个超我的状态，回归到这个高我的状态，以这个天人的角色来看待这个三维的游戏呢？星星牌配金币2号也代表了共生啊，因为金币2号这个牌很有趣啊，在我们传统金币2号牌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小孩呢在海边啊，他正在杂耍一对金币啊，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代表了两个选择呀，混乱呐，或者说迷茫犹豫啊，或者说变动和波动。那在我们这套牌当中啊，我们这个卢恩塔罗给我们的是一种求同存异的体现啊，大同的体现。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哪个体系，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啊，无论是这种宗教还是那一种宗教，我们的观点其实都是合一嘛。所以这边的金币2号其实代表的是求同而存异。星星牌配上金币2号，代表了我们可以融合非常多不同的，可以说是不同的地域、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以及这个背后的有可能是历史啊、文化呀、维度带给我们的智慧。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一个极大同者。那我们在这个水平时代呢，不管是文化上，还是灵性上，还是说精神创造上，我们现在都是在做一个极大同的。很多事情的本真呢融为一体，而不是分别和分辨的状态。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可以去打破一些维度的边缘的框架，进行一步探索的人。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后面进行这个智慧上的协调啊、合作呀，进行这个建设，或者说进行谋略的朋友。所以其实你们的智慧是非常宝贵的。如果在过去一个阶段，你们会觉得你们的智慧、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想法有可能波动啊，或者是震动啊，频率不同于人，不让周围的人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说你们认证为有可能你们当下还处在一个入门阶段。我认为在一个新的阶段里边，你们可以显化的未来一定是非常闪亮的。这种闪亮是你们自身的能量可以先去闪光。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光啊，星星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那我们这个星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光，有没有一样的星星？就代表了我们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高度理想是什么？你们可以去驾驭和保护啊，我们这个大力士的手中有一艘小船，然后他正在去保护这个小船啊，战胜海中的巨怪，有没有啊？跟我们的主牌怎么这么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力士是谁啊？是你们内在智慧。所以这个牌的故事就已经串联在一起了啊。从前啊，如是我闻，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海怪啊，它好像在我们这个灵魂的世界累生累世盘旋许久了，不知道哪天会把我们吞没。我们生活在这个恐惧里边啊，每天要为衣食住行和我们灵魂的成长或者说归属而苦恼，我们总想要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这边又有一天呢，我们内心的智慧开始觉醒，
好，当星星啊重新回归到它的原点和轨道上，当我们的智慧和自我信念重新闪光的时候，你们的高维智慧，或者说你们的高我，就是这位英雄啊，救你们于水火之中啊，并且呢，可以力能刚鼎啊，战胜我们这个海中巨怪。其实没什么可怕的。第二排的朋友，这有可能只是一个科幻剧，这有可能只是一个惊险片，一个3D 电影、4D 电影等等啊，但是没有关系，在我们这个人生和灵魂的航程当中，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位英雄，这个英雄就是你以及你的智慧。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的法身和慧命啊，就是在我们这个3维的肉身和我们这个智慧的背后，有多大的一股爱的能量在为我们支撑着。在未来这个阶段呢，你们会发现有一些过去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阳转阴，阴转阳嘛，所以很多事情呢在变。变的意思就是过去好的事情看起来现在有点糟糕，但是过去糟糕的事情也有非常大的几率转危为安。然后我们第二组朋友又逢凶化吉，所以这边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创造力在提升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也在走向跟周围的一些人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我觉得其实是跟着你们智慧开始的，而不是我们先要去跟这个人际啊，跟很多的灵魂啊进行一个融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怎样的资源才是进步的？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思想本身就是进步的，所以你们在显化的未来其实是超乎想象的。我看到无论是在科技上，在智慧上，在你们灵魂的成长上，都会跨越维度，而且这是你们愿意去看到的新未来的状态。有更多朋友，你们会散发你们的智慧，你们去显化你们未来当中的很多选择。一些朋友是副业，或者说创业等等，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变成高智慧者，你们会变成一些信息的传递人，你们有可能会变成领军人。在星星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会在新兴的科技行业呀、新兴的领域啊进行创造和建设。随着一些旧有的事情，金币3号的逆位和愚人牌的逆位嘛，莫名其妙的失落和不见了，有可能是一些行业上，有可能是一些合作上的一些新的合作和新的行业将会遍地生花。所以未来对于我们第二排的朋友来讲，其实是充满机遇的。但是你们是否愿意成为这个勇士呢？那这个勇士，你们是如何成为这位勇士的？从一个被裹挟啊、被绑架的公主，或者说王子啊，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首先就是打开我们这个智慧，平衡我们的能量。那我们如何去做呢？我们看一下 Tarot 塔罗牌又给我们什么信息啊？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是非常拥有理想的，我觉得你们是理想主义者，非常具有抱负的一群朋友啊。你的灵魂很亮，但同时呢，也容易在某一种震荡和环境底下去产生一些障碍，或者产生一些停滞啊，这个是正常的，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一好就有一坏，有一阴就有一阳嘛，这是我们天地之间的法则啊。所以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做，去打开我们这个能量。任何的朋友，当你们去打开这个能量之后，都容易成为舞台的中心，或者说改变历史的人物，好吗？飞出来的还是命运之轮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好的，权杖5号的逆位，没有什么好去反抗的。第二排的朋友，也没有什么当下你必须要去做的，你没有懈怠，你也没有放弃人生。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的过去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有点被埋没的感觉，或者说运势并不是很好，有些事情不得不放弃，不去挣扎然后你的 reaction， 你的回应是什么？圣杯6号的逆位，宝剑7号，这两张牌代表你的回应啊。不沉溺于过去，过去就是过去，我们感恩这些给予我们的，感恩这些曾经陪伴过我们和包容我们的，但是呢，随时随地都有一个新的准备，然后去寻求一些信息，有新的开始。而且我看到一些朋友是另辟蹊径的，所以在事业上和个人的成长上，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是有2把刷子的，有可能在你们的专业上，在你们的领域上，你们会有一些突破，有可能你们随时随地再去学习一些新的信息，从而呢达到这个转型的目的。圣杯9号，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会开始创作，有可能你们会创作，你们会去许愿，你们有可能会这个创作代表了对于未来的创作，也代表了我们时下比如说艺术上的，然后文字上的，
然后声音的传播上的等等等等啊，这一方面的创造，我认为呢，你们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周围局势的变化，有可能随着你心态的这个转变等等，周围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好机会帮助你们去圆满你们的心愿啊。所以这边会有一种突然愿望达成的，来了好消息，或者说来了一些正向转变的，甚至这个转变是主动敲门的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出现。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呢，其实是把握时机啊，所以这边是时机到了，该行动就行动，摒除一些杂念和周围人给我们的，我觉得是周围人对我们的一些评价，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其实都是一种能量的裹挟和能量的占有，或者说侵蚀。所以呢，但行你们的前程啊，但行你们的好事。然后我们这边呢，在前途和我们的整个的能量上来讲，不是但行好事而莫问前程，更多的是你们对于前程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向和定量的把控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们不管是求事业、求爱情还是求财富上的圆满，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我们第二组朋友其实显化能量非常强，但是当下你们有可能在做一些抗衡和做一些迎击吧，比如说你们在对抗一些负面的能量，你们有可能在和这个猛龙啊，或者是恶兽缠斗啊，不管这个是贪嗔痴慢疑，还是周围的人，还是我们的执念啊，比如说我们会对待情啊，对待一些我们在三维世界名利情嘛，有些执着和把握，不去把握，不去过多思维。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发现，有可能过了1到2个月之间，一些朋友你们会转运，你们有可能会遇见新的机会，而且是全新的。如果在情感上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样，你们会在某一个阶段嘛，淡化掉对于过去的某一方面的执着，而用心和用力去显化对于你更有价值的，让你更加快乐和和谐的一些选项。所以一些朋友啊，你在感情当中和事业当中会有新的选项。当新的选项带来的时候，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当然这是你们可以去决定的啊 ，It's up to you， 全都是你们可以决定的。但是我看到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说的是宝剑国王、宝剑6和圣杯6的逆位，就是不过度纠结和执着于上一页，那真的是你们的历史。但是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打算去复活一些什么，复活你的感情，复活你的事业之类的啊 ，The Lovers in Reverse, Death，The Queen of Swords， 你要了解到的就是一些事情它的变化是质变，不管是这个人还是这个连接还是这个事业本身，有可能它发生了质的变化。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是冥王星从摩羯走入水瓶的这个上个11月开始的，也有一些朋友是过去的3到4个月开始的。一些事情如果跟我们无法融合，我们需要放尘归尘，放土归土。而这边宝剑国王和宝剑王后也代表了，当你放下的时候，对方有可能反而会走向你，甚至这是一个事业机会和合作。当你放下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走向你，因为我们放下的时候，也从侧面放下了我们的恐惧和纠结。所以这个是给第二副牌的朋友提示的信号啊。我认为大家这个转运和转换思维的时间呢，在未来1个月非常的快，因为我们这个星星牌其实就是当下，就是我们这个2月的信息。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呢，在未来的1个月，我认为到4个月左右，非常的快，你们的信息将会转变。所以宇宙在告诉你们的就是握好你们手上的这把宝剑，其实就是你们的智慧和判断力啊，以理性为标杆，而且呢，听从你们内心的直觉，你们会向前走非常大的一步啊，你们会向上跨一个台阶啊。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内在我们有一个攀登者，我们再往上去攀登，但是我们当下呢有可能回望了一下过去的远景罢了。所以未来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站在一些新的高度重新看待今天。如果在未来的话，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想对今天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你们是否愿意感谢今天的自己呢？我认为你们是愿意感谢的，你们也愿意去鼓励自己，理性的向前跨一步，好吗？那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呢，在情感上也是一样的啊。放弃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开始，也代表了你有可能会让对方去学习到如何变得更加有责任感，也让自己学习到什么更适合你，什么更能去造福于你和你的这个能量，你的这一个宇宙和空间磁场。所以呢，我们只感受我们的感受，相信我们的判断，好吗？星座上来讲啊，水象星座我们刚刚讲了啊，双鱼、巨蟹、天蝎，然后这边能够看到呢，双子座、水瓶座、天秤座来到这一组。
有些朋友是冥王星特质的朋友啊，天蝎啊，或者说你们的星盘当中有冥王星和天王星的星象。好，星座是一个参考啊。有些朋友是变动星座啊，在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土星入了双鱼的一宫嘛，所以我们的变动星座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双鱼座、处女座、双子座、射手座的朋友可能在最近过一些关啊，不过这个也快要完成了。一些朋友只要向前走一步，你的关已经结束，好吗？因为我们在面临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时间点，这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时期啊。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是 nourishment， 有没有？我们看到我们在给我们的各个脉轮补充营养，然后让我们这个根基充满了养分，然后更快的开花，让我们的生命之树绽放，好吗？所以一些朋友最近呢是补我们的脉轮能量，平衡我们的脉轮。尤其一些朋友看到你们在上三轮呢，喉轮、三眼轮和头顶轮的这个部分可以去多补充一下。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最近做一些能量的净化，尤其是顶轮的净化。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去接触一些正能量的新闻、频率音乐，或者说是听一些比较高能量的咒语啊，或者说祝福类的咒语等等。我觉得你们在最近这个时间应该做一些非常积极的，有可能是有氧和无氧运动啊，晒一晒太阳，或者说转念看一些可以刷新我们三观和思维的经典书籍等等啊，这个都会给我们滋养的。也有些朋友需要补充营养啊，在下三轮方面我们需要补充营养，所以在最近也是一个养身体、重新建设身体的时间。第二章呢，我们看到 the initiation， 我们看到的是初始，我们要重新显化一个大门啊，跨到一个新的更高维度的世界去啊。在这之前有可能已经万物枯竭，我们看到有很多，有可能在现在这个三维世界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有很多有可能是破坏然后突然出现的一些灾难，然后一些离别等等啊。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什么 ？Rite of the passage, crossing the threshold， 好吗？我们礼敬啊，或者说我们怀有尊敬心的走过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跨越这个大门到光的更高的境界去。这边是有一个神圣大门，有门槛的啊，所以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现在走向一个门槛，然后这个跨门槛的时间其实是你们开始去觉醒你们的智慧。非常重要，非常宝贵，非常高维，觉醒你们的存在非常的重要，觉醒你们需要为自己提供新的能量、新的见解和决断了啊！这是一个可以决定的时间啊！最近的一段时间也是我们第二个排的朋友去转变想法的时间。一旦转变想法，你们就是新的，你们的未来也是新的啊！在这边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好，今天我们所有的组牌呢就传递到这里啊，非常的感恩跟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今日的共同学习，祝福大家在新的一个阶段、新的年度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个黑色水晶球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灵魂的超能量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的重建以及新未来的显化，也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黑色水晶球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三组的朋友。我们看到31号啊 Hercules 武神座，这是我们希腊神话当中的战神呢，聚所有的战斗力于一体啊，然后非常的勇武。我们看到 strength 力量，然后我们这个战神的身后呢，然后有巨蛇，或者说有正在盘绕着他的，或者说看起来呢，不管是守护他呀，还是对他好奇，还是对他会产生一定的攻击力或者是服从性的，我们这边有一些神兽。那结合这个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组的朋友，首先呢，你们的内在其实是非常具有神圣阳性能量的，你们很勇敢，并且呢，你们有可能在这个三维世界正在努力的去通过你们的体力和你们的意志力挑战一些比较难的，有可能是事业，有可能是人生的选项，或者说你们当下正在去忙的一些东西是跟能量和意志力相关的。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来讲，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来到这一组，你们都在不断的充实内在，而且我看到你们内在其实是非常慕强，以及你们是成为强者的这一组。所以一些朋友呢，你们有可能会和
冥王星、火星，或者说是 Orion 猎户星等等是有关。我看到你们在累生累世啊，积攒了非常强的这个战斗能力和战斗能量，所以一些朋友你们也是战神或女战神呐，或者说是战斗的女神等等。这个阶段里边呢，你们正在去萌发一个内在的进取心，也会让这个意志力变得更加坚强。无论当下你们在挑战什么样的事业，还是生活里边什么样的关口，我看到你们的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保护神，或者说是保护你们的神圣阳性能量、武神等等在保护你们。我看到武神会帮助你们去割断外界的纷争和侵扰，也会帮助你们去有可能是斩断啊，我们这边有一些斩断的信息，斩断你们的妄心和妄念，让你们呢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或者说比较平衡的环境里边进行未来的自我发展和发掘。第三组的朋友，无论是这个保护者还是这个被保护者，我认为呢，你们当下这个世界环境，或者说你们内在的环境等等啊，连接我们外在这个客观世界都在变得更加的清澈啊，正在被清理得更加清楚，也会变得更加安全，会变得更加具有能量。宇宙在帮助你们去斩断外界的一些纷扰、干扰，或者说负能量的信息的同时，也在保护你们，让你们去成为这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勇士。一些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会遇见升职加薪和独当一面的机会，也有一些朋友呢，你们有可能会遇见这一个去保护你们和辅佐你们的人。我看到这里边是一个阴阳结合的信息，所以一些朋友可能在未来你们会遇见保护者或被保护者啊。我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可能是在合作上，有可能是在感情上非常好的一个能量。这个 strength 是力量啊，这个力量牌在我们传统塔罗当中也是有啊，8号力量牌代表了这个无限的力量女神呢，跟我们大地的神兽进行的一种能量的中和，有阴有阳啊，并且阴阳平衡，并且也有一种用爱和温柔、慈爱融化一切的信息。所以第三组朋友啊，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内在的爱和内在对于一些事件的热烈的追求和热烈的这种保护欲，也会帮助你们，让你们成长成为一名非常具有能量、具有闪光的美以及爱的信息的人物。最近呢，有一些第三组的朋友呢，你们正在去解决一些重点事务啊，解决一些干扰你们人生选项的这个事务，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人生的抉择上，还是意志和想法上。然后宇宙让你们拥有一个钢铁的意志啊，或者说是信念，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红尘里边开始去修一些金刚萨埵呀，或者说我们去修一些金刚不破法门等等。我看到有可能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你们的能量是非常通达的啊，通达天与地，并且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你们内在能量在不断的长大，然后再变得强大，然后再变得没有畏惧啊，渐渐的没有畏惧啊。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副牌我们看到是34号 Conflict and Peace。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conflict 在哪里？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周围，我们这个当中有一个人物啊，有一个头顶轮的一个能量和信息，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闪电啊，跟我们这张牌是相应和的信息，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震惊啊，或者惊扰啊、苦恼和恐惧的信息出现，也让我们产生一些打结，让我们不知道呢应该前进还是后退。但是内在，我们看到内在的世界非常的宽阔，以及一片美好。我们可以看到花田啊，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河自然，所以自然在守护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和大地之灵的连接也非常强，所以大地的守护灵也会在非常确定的一些重点的时间保护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不管是选择上，还是抵抗负面能量上，还是健康上，还是你们的起心动念是否可以去和当下这个事件的变化，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认为当你们的内心变得平和的时候，你们的一切决定将不再打结。有可能第三组的朋友最近是一个考验你们的时期啊，一些朋友经历的考验，经历的一些对决，或者说经历的一些抉择啊，我认为这些抉择对于你们来讲都会让你们去走向更广阔的一片天地。相信你们的感受啊，并且第三组朋友可以去修一下你们这个，我看到是核心能量，核心应该是太阳轮到脐轮的这个能量，太阳轮以上是心轮，太阳轮以下是脐轮，这个部分的能量是需要被保护，所以第三组朋友可以多做一些我看到是跟大地相连接，跟天空相连接啊，比如说看太阳啊，不一定看啊，晒啊，看太阳，或者说连接星星、连接月亮这样的一些
方法，也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用双脚接触一下大地和自然的土的一个能量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能量的通达和稳定。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3组的朋友你的重建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张就是 Ace of Swords， 我们看一下信息是怎么样的。我们的重建，第2张牌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8号的逆位 ，Six of Cups 圣杯6号。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好 ，Page of Wands and Ten of Wands 正位权杖10号。第3组朋友，其实你们是背负家族希望的一群朋友。就有可能从小呢，你们就会被赋予一些希望，或者说你们要去继承一些什么呀，或者说你们要做非常优秀的小孩，非常勇敢的小孩，但有可能这个并不符合你们内心的对待自我的要求，对待这个世界的理解。我认为第3组朋友，其实你们的重建是如何跟你们内心小孩和解上的这个内心小孩正在不断的寻求你们的关注，并且在你们真正的达成了统一，去互相关注的阶段将会相互增长。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内在小孩不断成长。一开始我们要 parenting， 成为我们内在小孩的父母，要去给他营养，不管是在童年还是成长经历当中没有被看到、没有被听到的，我们在不断给予关注和爱的同时，去肯定自己。等到我们内在小孩去成长到跟我们的现在的身心灵同样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会达成一种合一，也会去背负更多的重任这个时候宇宙会给我们很多资源因为当我们去背负的时候，我们在向下给予，向上我们一定会有这个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就很像是我们这个武神我们这个信息有一种正在去守护，正在去把握，而且正在去传递和传承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第3组的朋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在我们这个行拂乱其所为的时候，让我们动心忍性，增益我们的不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当下肯定是一定是经历过一些挫折，一些意志上的锻炼，然后我也看到你们其实非常珍爱你们内在小孩和你们内在的能量，所以不轻易的打开，让其他人去不管是连接到还是看到它，还是说去震动到它。所以我觉得第3组朋友你们身上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天然的傲骨的，你不管周围的人给予你们什么样的标签，你们是乖的，你们是善良的，还是说你们是叛逆的，我认为你们其实在人生的未来阶段都是在去综合整体的一个能量，让自己去达成一种能量上的扩张、锐变和统一。统一之后呢，我们将会第3组朋友你们其实是有人生的使命的，我认为是跟这个大地相关，不管是去传承什么，守护什么，还是去比如说保护一些人，比如说你们的工作是和保护一些人相关呢，和去帮助一些人相关呢，还是说你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人是需要你们保护，你的另外一半，你想要的一个家园需要你守护。我认为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份非常大的能量和责任的。当然其实第3组牌朋友会觉得我被给予责任非常辛苦或者说不想要这份责任。当我们重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可能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内在的能量和能力在哪里。我们也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所以这代表了反向代表了我们第3组朋友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能力的。那我们这个重建在哪里？我看到首先宝剑1号就是你明白你是谁，这个时候会体现出你的觉醒和觉悟。因此呢，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经历过灵魂暗夜和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会重新的去找到你是谁，你在哪里。那我们权杖8号代表有可能人生的一些雷达，或者说一些过去的指导书籍、教科书等等，在教会我们的一些东西并不能作用于我们的当下。但是有一些朋友，当你们去回望，当你们去回想，当你们去看到初心或者说你过去的一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之类的，我认为在最近你们会有一种很集合的那种万般滋味到心头的感觉，你会明白原来这个旅程是为了让你到这里。我认为你们没有走错路第3组朋友，你们在坚持和在努力以及在守护的其实是非常温馨而具有能量的。圣杯6号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母亲、小孩美好的家庭，或者说你心中重要的人，你心中重要的回忆，你想要去保护的人，或者说你保护的个人的回忆，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或者说阿卡西当中，你想要去真正经历和体会的美好的东西。所以第3组朋友，你们灵魂是有非常美好的种子的。我看到你们的生命里边一定有你们爱的人，
不管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或者说他是在远方也好，还是说他在其他的维度也罢，你一定会通过爱去让自己变得非常具有能量，而且非常会去守护，更别说是证明自己了。那这边有权杖侍从的逆位啊，就是有可能你们曾经也背离过一些人最初的想法，你们曾经去做了一些其他的选择，但是最后呢所有的路都通向了同样的一个结果和一个解释，就是让你们可以去真正的拥有这种在力，拥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拥有这样的一个抵抗能力。抵抗什么？三维世界，我们看看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变化，周围有风吹草动，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负面的意念和纷争等等，你们呢不为所动。我看到你们只去守护好你们想守护的，并且发挥你们最强大的能量，做好你们想要去做以及传承的。这边有一个传承的信息啊，有可能是传承先人的智慧，传承你祖先的智慧，传承一个家族业力当中带给你的使命。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的人生是很辽阔的，而且你们的人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和机会的。那新的版本的你，我认为你们将放弃掉旧有的一些挣扎，旧有的一些迷惑和纠结，很淡定，很熟稔，很手到擒来的开始你们在技术上和在人生上的一种开拓。而这个时候圣杯六也代表了你的亲族，你周围爱你的人，你希望爱的人将会聚集在你的周围。当你不再去重复的证明自己和重复的想验证什么的时候，你就成为了这个你想成为的人啊。这个是你的重建。我认为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的重建是一个很多权杖出现啊。我们也看到武神嘛，总是要经历一些武打呀，经历一些乱斗啊，或者是内在我们也要进行心灵上的一些修行和体悟。不过宝剑一号代表了你们从始至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雷达，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而且权杖十代表了你终于可以去突破这个循环，找到你想要的，或者说找到这个法门啊，其实非常不错的，或找到这个机会，找到这一个重要的人，找到这个落脚点。也有一些朋友，这个落脚点代表了港湾，你的家人，你的心灵的归属，你的心灵魂伴侣另外一半的出现啊。所以你的重建当中，我认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也有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我们再看一下未来的显化是什么样的，关于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The Chariot 战车牌的逆位， Devil 是恶魔牌。好，看一下我们的未来，权杖4号 Four of Wands， 看一下啊 The Emperor， Oh my god，这么多大牌，有这么多 Major Arcana 出现啊！我看到国王牌啊 ，Two of Swords， 有没有？这个信息给我们都是一种保护欲爆棚啊，然后能量和责任同时拉满，然后具有权威性，非常的 grounding， 非常的落地，非常沉稳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在显化的未来已经很稳了。然后这边出现战车牌的逆位，有可能一开始我们会有方向上和比如说一些细节选择上的迷茫或暂时的停滞不前，但是出现恶魔牌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去战胜我们这个矛盾的想法、抵触的心魔，或者说去突破某一个结界。一些朋友，如果你在申请一些事件事物啊，你想要去远方，你想要去开拓一个新的环境，想要去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这个结界将会被打破。这边呢是非常饱满和充裕的啊，权杖4号的能量配国王牌，就是你将会建立属于你的王国，而且你会非常好的守护它。第三组的朋友啊，这个里边也代表了祖先将守护你的正缘和你的正式的事业和产业，你的家园、你的庄园和你的未来将会被守护，而且谁都抢不走。所以我也看到你将会有一个能量的结界，就是属于你的这一个能量圈，或者说你处在的这个维度和磁场当中，你的状态将会变得非常的平稳。这边我们的武神配我们的国王牌有没有啊？好，武神终于成长成为了一国之王，我们这个牌长得也太像了吧。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天雷下来啊？代表的是威仪威严啊，好，不能耸动的或者不能被动摇的意志能力，以及保护欲、责任感，
然后这个当中也有非常 grounding 的大地之父的能量。所以第三组朋友，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啊，也有些朋友你们身上有大地之母的能量将会去转，因为当下我们这个世代呢是一个离火的世代，我们这个阴阳能量将会有转化，那我们这个坤呢，尤其是大地能量将会比较蓬勃，所以一些朋友你们也会参与到，比如守护大地呀、守护家园呐、或者守护神圣阴性能量的一些领域和产业当中。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事业运、家宅运和财产运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你们在未来将会非常平稳的去显化以及支撑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剧本吧，或是蓝图。宝剑2号代表了不可动摇，所以我看到你的祖先已经许诺完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一个未来了。这边的这个恶魔牌其实它也代表了一个大地之灵，代表了我们在破执念啊。所以一些朋友其实过去我们可以看过去的一些障碍和考验为一个破执念的课程或破执念的一个阶段啊。你们愿意去突破什么？你们愿意去放下什么呢？或者说你们是否在某一个阶段已经绕过了某一种来自魔的诱惑，或者说蛊惑，或者周围人或者这个三维环境里边也有很多着相的诱惑让我们在这个名利情美色当中走不出去。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将会去俯瞰这一切，你们也将会去掌握这一切。其实我们这边去这个降服恶魔呀，斩除怪兽，也代表了降服我们内心的欲望。因此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够去，如果是在修行在提升你们的身心状态的话，你们确实能够去破一些相，并且非常良好的去守护住你们的能量场。所以在个人能量的提升上，我认为你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稳，越来越深沉，也越来越具体。所以我们这个三维事业当中也是很有烟火气的我看到有很多事情在你们的眼中，你们看到了，你们愿意去参与，你们愿意去帮助，同时你们也愿意去守护我觉得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是对人间有大爱的人，所以才来到这一世。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存在是怎么样引领你们到这一天的。那在未来呢，我看到你们的正缘或者说你们的家园将会被宇宙保护，无论是你们的亲密关系还是子嗣未来等等或者说家长吧、长辈等等将会被保护，而且这个能量没有缺漏。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之前有过福德，比如说累生累世，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在保护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拥有斗志的灵魂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福德是比较深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显化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三组朋友，我觉得你们知道你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过去有可能只是一个影像，现在有可能变得愈发的具体，有一些真实的机会和真实的，比如说进入一些工作职场或者说去统领一些资源，然后看到更大的市场这样的机会将会进入你们的世界，就是在未来的4个月到10个月左右这个过程呢不快也不慢，因为是稳的嘛。也有更多朋友看到你们的，如果在寻找稳定的工作，寻找稳定的一种合作的话在未来的这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将会达成。如果过程当中你们遇见一些挫折，这只是一个考验罢了。也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意志在被守护，所以当你们去起心动念，当你们有可能会遇见一些问题，遇见一些困惑和陷阱的时候，你的祖先和上天将会有非常好的办法让你绕过来，或让你走过来，这一路都会让你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也有一些朋友是神圣阴性能量女孩子来到这一组会觉得哇，为什么是我？因为你们的身上有大地之母和大地之父的期待，有可能是祖先的期待然后在这个阶段里边呢，你们只要相信其实你们在被考量的过程当中也在被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的世界里边没有太大的一个惊险，有可能有惊而无险这个宝剑2号也代表了你们会锁定你们的意志，所以在事业上，在你们的个人成长，在你们的外在形象上，我看到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容人、沉稳、有责任感，而且也会变得非常的具有存在感，有很多人将会仰视你们。然后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将让你们变得更加的贵气、华贵。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你们有这个有职位的机会，会不会成为老板之类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The Star in Reverse， 星星牌的逆位，金币骑士的逆位，这个星星牌每组都会飞出来啊，应和了我们这个2月我们的这个水瓶的时代啊。我们看到是恋人牌和宝剑4号，那我们再抽一张好了。好，我们飞出来2张啊 ，Page of Cups and the Moon in Reverse。不要担心啊，你们的一切在被保护啊，而且安安全全的，好好的。所以你要开箱的这个结果，你要开箱的这个成功，你要去寻找这条道路是被守护的，非常静谧，而且无人干扰。我认为在未来的这还是一样4个月到10个月之间吧，更多朋友你们的一些苦恼和困惑将被解除，有人会跟你们合作，你们将会有可能在梦境当中得到一些好的消息和灵感，有可能在头脑当中会得到一些提醒。我看到你们的恐惧和干扰将会结束，然后你们会非常清晰，然后且有条理的走向你们的这个目标，一步一步来。然后这边 Page of Cups 代表了一些试炼、一些实践和一些感知当它是侍从嘛，我们有这个圣杯侍从、圣杯的骑士、圣杯的王后、圣杯的国王。在侍从的这个时间点上来讲，我们是探索阶段是一个小孩子的阶段。所以这边呢，随着我们的探索，一步一步的可以走出当下的一些困难和迷茫。我们在牌尾看到的是金币10号，你们这个小舟将会迎向一个大船，有没有啊？我们这个小舟走向大船，所以你们的所在的这个领域当中，有可能你会进入更大的组织和队伍，有可能你会统领更大的组织和队伍，有可能慢慢的你周围的人将会聚集，因为你的魅力，因为你的能量变得越来越多。恋人牌呢，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权杖4号，也就是你的稳定的正缘和这个家人的关系、亲密关系将会被保护，所以没有人将会去干扰和侵扰到它。当星星牌出现逆位和金币骑士的时候，是我们第3组牌朋友甚至有点泯灭希望了，有点不敢希望了，甚至有点累了、倦了，或者说觉得3维好没有意思。但其实呢，在未来这个章节里边，你会发现有更多有色彩、有能量的东西进入你们的世界。我们这个生命啊，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在每一个小的瞬间、每一个小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每一个小的觉知上集合体现，最终呢集合成为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嘛，进入我们这个灵魂的储存库当中。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珍贵，甚至当我们去失落和我们有一些伤感，我们有一点点的止足不前的时候，也是最珍贵的一个阶段。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未来已经很稳了，所以你们在显化的未来，我认为有可能你们已经跟宇宙早就写好了这个显化订单、许愿的这个订单等等这个订单呢正在被稳定的下达，唯有就是保持了信念，或者说在有一点难熬的某一个阶段稍微坚持一下，你会发现实在太有效果了，突然就出现效果了。所以第3组朋友呢，信息是这样的。我们在星座上来讲，第3组牌的朋友，火象星座内在小孩起码是火象的，牡羊、狮子、射手。然后我们这边呢有巨蟹座、摩羯座、双鱼座、金牛座，然后我们这边有双子座。土象星座也比较多，摩羯、金牛、处女。星座是一个参考。然后有一些朋友有天王星水瓶座在你们的星盘当中，毕竟我们当下看牌的时候是2月嘛，所以代表这个时间点有可能是你最后的一个有点憋闷的时间点等到过了这个2月到3月或者说下一个月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你的能量将会有一个弹跳，将会有一个反弹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这一个是弹跳点还有一个弹跳点是6到7月也是一个弹跳点，我说半年以后今天祝福大家。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机会的话，好的工作机会，进入更大组织的工作机会，或者说一些朋友创业的机会将会出现，而且是非常清晰的这有可能都在你们的显化清单里边。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还没有许愿的话，最近这个满月到我们3月的这个新月3月初的新月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宇宙正在去接收大家的一些信号，我们这边有 Page of Cups， 你们的一些信号正在传递上去，而且呢被稳定的录入，然后被稳定的下达，好吗？这能量是很稳的。好，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Boat， 这牌有没有很有趣我们看到船这边这个宝剑4号上也有船，有没有
这个船上面站的是谁啊？其实站的是我们的神圣意志啊，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集天地日月精华于一体啊，正在进行灵性的一种 channel， 我们正在去连接。也有可能你周边的人在看到啊，你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在默默的去突破这个能量，而这个牌代表了波澜不惊的意思啊。牌意里边就是我们这个船在这个海上飘啊，然后浮啊，有可能会有起会有浮，但是我们却跟天地连接的非常稳啊，站的超稳的。所以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稳定，而且呢顺流而下。我们这个 boat 当然也有一种跟着这个水流啊，跟这个 flow 啊，我们开始去走。所以呢，我看到你们将会这个船上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就是跟着你。我们这边有没有啊？有这边吹号角的人啊，引领者这个姿态是一样的，跟着你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船将会过来，而且会聚合在一起。你有可能在未来将会是很多人的意见领袖啊，很多人的有可能是 leader 领导者，或者说你将会去团结和集合很多人的能量。这个牌里边有一种顺应天道的意思啊，所以上天当下让我们怎么样往前去行走，我们去根据这个方式去调整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会站得非常稳定。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有一种我看到是厚爱，就被上天厚爱，而且你们能够接到上天直接的一些指示，所以你们在一些阳性能量的领域接触实业呀、接触人啊、团结人的这些领域呢，将会做得越来越好，而且是非常具有领导能力的人。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张卡牌啊 ，Trust the Eagle。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去相信你们的一些感受，就是跟一些环境和一些人接触的时候，你们是否会产生一定的被动摇啊，或者说是烦恼，或者说是不舒服呢？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 murmur 的声音？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一些环境，我们感觉到是不舒适的。相信你的不舒适感在告诉你什么？相信你的第六感和高我在告诉你什么？是直觉，还是说直接的一些信号，还是明摆的一些信号让我们不舒服？都是宇宙和天地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我看到呢，在我们这个头上有可能会有一些阴云啊。第三组的朋友，这个云彩有可能代表了我们的能量，或者说周遭的能量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迷惑信号，不清晰和不明朗等等。但是呢，你们的内心当中自有你们的日月和天地。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啊 ，What is the niggling feeling trying to tell you？ 所以说，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些不舒服、烦躁，或者说不安全等等啊，这些信息在告诉你们什么呢？我看到周围的能量试图在保护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所以到了一些磁场，到了一些不管是社交的环境，还是说我们今天去看一下合作，我们今天接触一个人等等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去约会，我们去看一个人等等，相信你们的感受。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是高敏感，有可能呢你们会把自己的这种高敏感的情节和高敏感的感受有的时候屏蔽和保护起来，为了不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你们太难 fit in， 太难去融入。不过我看到你们内在会有真实的声音时不时的涌出来，更多的倾听它和理解它，包容它，以及跟它对话啊。第三组朋友，你们可以跟它对话，你们将会发现呢，这个感受会引领你们走到更加广阔以及更加有和谐能量、高能量的领域去，让你们去接触更高能量的环境。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周遭的环境当下存在着一些负面的干扰，然后你们正在去洗涤和屏蔽它。好，更多的去跟这个大地和自然进行接触啊。我们第三组朋友，我觉得你们将会越来越稳定，而且你们也将会去扩大你们能量场，更好的去屏蔽负面的能量。而在未来这个阶段呢，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呢，可以说越战越勇，然后你们的内在能量会告诉你们去往前，什么时候往前，以及如何往前。我看到呢，你们将会去营造一个内心的平和，以及内心的能量感，并且呢，将过去很多对于你们干扰的信息进行一个集合和总结，理解到你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自我建设，你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能量场去声望你们的环境，你们需要去排除什么。那我们这两张牌其实信息也非常的吻合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物穿的衣服比较像是袍子，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本身是跟一些宗教和高能量或者是高维度的智慧，以及有可能是远古的智慧和文明有连接的，你们是被选中的人，所以你们的能量场非常的重要，你们需要更多去遮盖和保护你们的能量场。
就是给我们第三组牌朋友的信息啊。非常的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也非常感恩跟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一起来去连接，一起来去阅读我们的能量。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帮助第三组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的同时呢，也得到能量和疗愈。非常有信心的去建设我们未来稳定的，肯定是在3维世界，也是在更多维度的世界。稳定的能量，稳定的不管是物质环境还是精神上的一个成长领域。祝福大家在新年都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